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，一切得从零开始。父亲又开始密房设诊所，挂牌行医。香港多广东人，通行粤语，父亲深知要赢得病家，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。他特地聘用了2名越籍少女做助手，一位担任挂号，一位充当翻译，自己则拼命地学广东话。同时，在行医之余，父亲仍勤奋地写作。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《星岛晚报》上批了一个专栏，津津有味谈，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，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，这颇受素来讲究饮食的越籍人士的欢迎。至今，香港50岁以上的人对陈存仁这个名字仍很熟悉。这个专栏一写就是20年，天天一篇，1年365天，从不间断。父亲从不收取一文稿酬，但文章刊登的版面位置是从不变更的。他希冀的是一种广告效应。很快，父亲便在香港打开了局面。父亲一生致力于弘扬祖国的传统医学。1935年，父亲任中国医学院常务董事兼总务主任。为扩建学院，他亲自起草了几款建院的计划书，并自捐巨款，与各位董事倡导几款，筹建了5座大厦。他一手创建的国医图书馆所藏医书甚多，管理先进。然而西逢8·13事变，新建大厦全部毁于战火。在香港，他参与创办了香港针灸学会，并被推举为会长。1978年，墨西哥芭蕾舞团应邀到香港访问演出时，应当时的香港总督夫人要求，父亲曾派自己的学生去为他们针灸疗伤。针灸几次后，该团几位首席5星的腿伤豁然痊愈。数月后，这个学生被邀请到墨西哥为墨总统针灸。这件事也多少影响了香港英国人对中医药的看法。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中药研究中心，聘父亲为建筑基金会主席。父亲非常高兴，不遗余力，以一人之力筹得捐款达1200万元以上，为中药研究做出了贡献。父亲一生致力于整理和研究祖国的传统医学，他除了早年编纂的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和《黄汉医学丛书》外，到香港后又陆续编纂了《中医师手册》《医药常识丛书》《中国医学史》《中国药学大典》等著作。其中，《中国药学大典》是1978年应日本讲坛社之请而编纂的。当时父亲已年届古稀，他整整耗费了3年的时光，编纂完成了这部4大册的煌煌巨著。为了编纂这部巨著，父亲由于用脑过度，曾2度小中风。除了医学著作之外，父亲还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，连续撰写了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和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2部关于就上海生活的札记类书。父亲是老上海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又因工作关系，阅人无数，交游甚广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3教9流，几乎都有接触。加上他每天记日记，保存了丰富的资料，所以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往往信手拈来，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香港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《上海滩》，轰动一时，而片头打出的特别顾问就是陈存仁。虽然他们并未征得父亲同意，但他仍很得意。父亲一生行医，他的经验很丰富，诊断力很强。经过父亲诊断的病人，
如中医药无法治疗，父亲就会告知病人，你得的是某某病，应找某某科专家，不然会误事的。许多次以后，连香港最有名的西医也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诊断力之强。其实，父亲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人，他不仅注重中医药学的学习研究，而且同样认真地学习西医的理论和知识。早在1946年，他就曾聘请一位西医，每天为他授课2小时，学习西医的病理学知识，如此坚持了2年之久。父亲一生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。1929年，他发起组织了317国医抗争活动。1948年，父亲被沪中医界选举为国大代表，他在大会中对国事倒行逆施感慨不绝，除中医提案外不发一言。选举总统时竟未投票，并将选票带回。1957年，父亲又被选为东华3院高级慈善机关总理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父亲被聘入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，这是在香港上海人的民间组织，历来由工商界的顶级人物担任名誉职务。1985年，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，父亲宣告退隐，并移居美国洛杉矶市。1990年9月9日，父亲在睡眠时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。正如秦世伯在文中所言，他走得很匆促，也很潇洒。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，跟随他学医，但因那时我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，对理工科有兴趣，故未能听从父亲的意愿，弃理从医。几十年后，我却为此感到十分后悔，为当时放弃了这样好的条件，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深深遗憾。1992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我在成都结识了对中药颇有研究的四川企业家李兴伟先生，我们合资成立了一家生产中成药的制药公司，并发展成今天的三乐江药业集团，以先进的生物技术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，使中药更能发挥其效用，造福于人类，以此稍补我心底的遗憾。